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。嘿嘿，匹配我声音下到喽！我现在在2026年的嘉义台湾灯会现场。今天人超多的，我光是找停车位就找了快1个小时，而且我找的是超级远的车位。我停好车之后啊，还花了20分钟才走到这里。附近的停车格跟停车场已经完全都没有位置了。那开始赏灯吧，Let's go！现在这个是全区导览图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我们的位置在左下角，那就直接往上走吧。因为我频道的观众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啊，为了怕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元宵灯会，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元宵灯会是为了元宵节而设置的庆祝活动。那元宵节在农历的1月15号。那以前广义的农历新年是从初一到元宵节，你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是圣诞节假期这样。农历新年对我们的重要性大概就是这样。不过现在可能是因为生活步调越来越快了吧，基本上也不会有人农历过年过这么久了啦。现在元宵节跟农历新年大概都是分开过了。元宵节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呢，会有很多的花灯灯会，好像塞住了我要过不去。我怕可能没有办法照我原本规划的路线走，那直接先去主灯那边好了。我看到主舞台跟主灯了，就在我的后方，我要直着冲过去了。秀现在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外面一点，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。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主灯会是马，这个都不是乱选的哦。在台湾的传统习俗啊，我们有12个生肖，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生肖，每12年会一个轮回。今年是马年，所以主灯就是马。那照这个顺序来算的话，明年是羊年，所以呢，明年就会是羊。那后年的话是猴年，所以后年是猴子，大家懂吧？我现在在竞赛灯区，全国各地不同的参赛者，对，他们会拿他们自己的花灯来比赛，有分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专，还有社会的事，反正分很多组啦。以往呢，灯会都会有办这个比赛，会有很多不同的惊喜，惊吓也有啦。我记得前年龙年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的灯会的竞赛灯区就有一组灯哦，看起来就 combo 跟他贵耶，还上新闻，对。是那种小朋友看了会睡不着觉的那种。我那时候在想说，哇，这组灯的设计者啊，会觉得说，反正我这组灯设计出来，可以从元宵节一路放到中元节啊 ，CP 值超高的。很多人也不知道中元节是什么，我在这边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好了。中元节就是台湾的鬼节啊，相对于西洋的节日大概是万圣节，不过中元节没有像万圣节这么的欢乐，有 cosplay 啊，还有要糖果啊。中元节相对就是蛮严肃的啦，就不可以游泳、不可以结婚之类的。不过呢，因为今天主角不是中元节，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就好，不然就离题了。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灯会的休息时间要到了，现在10点多了吧，我要准备回去休息了。这灯会呢，是我逛这么多年灯会以来场地最大的一次。现在脚超酸的，脚底有点痛。我觉得这次非常的充实。
蛮开心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。如果你是外国的朋友呢，下次来台湾，请不要忘了，一定要体会一下元宵灯会的气氛哦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